完啦，那个柚子又来了。那个左批四之歌，右贬活侠传，连大家的情怀神作《古龙风云录》都只给2分的柚子，又来为了流量乱批评啦！没错，我就是游戏界的灾难 YouTuber 中的反指标明灯柚子。欢迎收看柚在打电动。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游戏就是宝可梦系列的最新作《宝可梦 ZA》。坦白说，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款宝可梦游戏。当然，前提是你把 Pokemon Go、Pokemon Sleep、宝可梦大集结这些都算在外的话，那这的确是我的第一次。但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就算没有玩过宝可梦，也一定认识皮卡丘。啊？什么？你说你是从水衣部开始认识的？不好意思，那块橡皮擦我不要了。宝可梦系列作为游戏界的常青树，从1996年诞生至今，随着动画、漫画发展，游戏作品也迎上巅峰，就连比雕都独守空闺24年，才终于等到主人回来。当小智从我们的同龄人变成差不多可以到我们孙子的年纪的时候，终于迎来了快乐大团圆。同一时间，库拉皮卡已经下船了。不，他还在船上，不好意思。作为常青作品，宝可梦也不是没有遇过挑战。最知名的莫过于轰动一时的妖怪手表。不过 Label Fight 这家厂商嘛，大家都知道了。当他开始挑战业界霸主的时候，我们只要莫急莫慌莫害怕，静静坐在路边看他表演，他就会自己把自己搞上死路。那现在能够勉强为之一战的，大概也只有数码宝贝的天女兽跟性感大姐姐们了。男人的快乐就是这么简单。而宝可梦 ZA 就是这系列的最新正传。不要问我这第几代，我根本算不出来。我只知道维基跟我说这是第9世代。前面8个世代有什么特点？我怎么知道啊？这就像是你女朋友跟你坦诚她前面交过8个男朋友，你不会特别想要知道那8个人是谁吧？重点是现在过得快不快乐嘛？什么？你说你是红树？那当我没说。宝可梦系列的玩法一向相当单纯。不管大木博士是为什么要把你赶出家门，总之你就是带着第一只宝可梦去冒险、搜集、组队，然后打败更强大的敌人。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不是，这不是那种卖屁股的男性向手游，组队的单位也不是美少女。这次的舞台来到密阿雷市，一座主打人与宝可梦共存的城市。官方说法是给彼此空间，所以规划的特区让宝可梦平静的生活。直到你像闯进食物保护区的沙石车一样冲进去，把所有宝可梦一家大小都给抓光光，只为了满足你那卑鄙的收集图鉴的欲望。真是谢谢你啊，人类！在这座城市里呢，玩家要在白天收集各种宝可梦，晚上则到城市黑黑的巷子，带着宝可梦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我是指对战，当然是指对战，你在想什么呢？那么这款游戏的魅力又在哪里呢？又有哪些让我觉得很破防的缺点呢？接下来就让我诚实的说说作为一名新人感受到的优缺点吧。宝可梦 ZA 是第一款在 Switch 2上推出的正传作品，虽然也能用旧 Switch 玩，但在 Switch 2上的体验才是最好的。画质提升跟流畅度那是标配，战斗也从传统的回合制进化成了半即时制。还记得当初预告片说可以翻滚时，玩家还以为这代要进化成艾尔登法环那样的魂系游戏，殊不知其实还是宝可梦在那边打来打去，只是有时候野生宝可梦会攻击你，让你能够在旁边滚1、2下装忙而已，这大概就是一种参与感吧。这次的场景都在密阿雷市，没有大地图，但城市密度很高，有许多高低差可以探索。这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没错，就是育碧罐头开放世界那一套，路边捡捡小垃圾啊，拆拆路障。但因为地图只有一个小箱庭，所以烦躁度意外的不高，甚至还有点舒压。如果你是一名造型收集狂的话，这款游戏简直就是天堂。你可以去商店买衣服，路边也有好心人提供免费试穿服务。虽然第2天你会被扒光光，但至少做1天的美梦。只不过隔天不会有王子拿着2手鞋子来找你当公主而已。Game Freak 的设计水准呢，依然相当优秀。首先，宝可梦真的很可爱，但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进化之后会让人黑人问号。我家这只小猪猪进化之后造型真的就会让我很想让它退回去。看来达尔文也会有犯错的时候，进化不见得都会变得更好嘛。至于有些人抱怨喜欢的宝可梦没有出现，作为一名新玩家，我只能说我觉得宝可梦已经蛮多的了，光是属性我就背不完了，非常感恩，请不要再增加了。再来是人物设计，
这次的角色造型非常鲜明，连路边 NPC 都有特点，每个角色在战斗前都有一小段专属动画，这一点 GF 真的干得很好。然后重点来了，戴罗是我老婆，不准反驳，谁反对我就跟谁决斗。游戏的推进方式基本上就是白天跑主线抓怪，晚上去特区打架升阶级。这听起来跟8+9一天可能差不太多，但这样的节奏明快，不知不觉就过完一天。毕竟培养宝可梦的目的就是要战胜强敌，这样玩家可以无负担的体验精华，那就是叫与世无争的可爱生物被迫去跟人家打架。哇，真是再次谢谢你啊，人类！嘿，好啦，我知道啦。剧情说他们也是自愿想打的。好了 ，OK 的。整体而言呢，这是一款很轻松上手的游戏，死亡惩罚低，节奏快，大人小孩都能够玩。虽然它设计的更像是给小朋友玩的，但你知道那些给小朋友玩的游戏，大人常常玩得更疯狂。但是就表现力上来讲，这款游戏真的很像直接把 Game Boy 的游戏建模 3D 化做的重制版。街上行人基本没有生活感，大家都站在原地等待对话死板 NPC， 而在对话这方面都已经2025了，这款游戏竟然完全没有语音，连个的声音都没有。预算是不是都拿去给宝可梦发声音啦？但没有声音也就算了，但这款游戏在对话的时候，角色的动态实在是非常的糟糕，角色动作僵硬到像是在演雷鸟神机队，每个人都只有那几个动作在来来回回的。对话选项更是经典了，你选什么都没差，我只是给你按按钮确认一下你没睡着。哇塞，感谢 Game Freak， 让我提早开始体验老年生活防痴呆的日子啊！剧情呢，虽然想要探讨共存这种深层主题，但是为了全年龄向表现的没有什么亮点。最无聊的是推进方式，推剧情打特区升级战，推剧情打时空超级进化升级战无限循环。说实话，这种推进是蛮腻的。大概是到了黑道篇开始的时候，剧情才稍微的比较顺畅一点。我是完全靠对戴罗的爱才支撑到现在。而米亚雷斯这个香亭世界虽然听起来是个不错的设计，但这座城市里面可以做的事情其实是蛮稀少的。大概最重要的互动就是跟宝可梦一起喝咖啡。不过你以为制作组会纡尊降贵的帮你做个宝可梦喝咖啡的动画吗？没有，喝咖啡就是把你跟宝可梦放在桌子旁，大家一起找时间拍一张照。你甚至连摸它的头都摸不到。说实话，城市中与其他宝可梦互动这件事情如此欠缺，是让我蛮失望的。我甚至都可以去摸其他 NPC 的宝可梦互动，唯独不能跟我的宝可梦互动，这是什么新一代的 NTR 形式吗？而战斗方面呢，我觉得回合制跟半即时制的调和并没有做得很好。在回合制里头，玩家有时间思考与反应，所以战斗的过程简化为快节奏是很正常的。但是当战斗变成了半即时制，而玩家只需要使用效果绝佳的攻击，就有机会一招收掉你的宝可梦，这就会让玩家反应的时间相对的缩短很多。尤其线上战斗，常常就会莫名其妙原地升天。米亚雷斯虽然有很多有趣的高低差，但在战斗中却成为灾难。很多地方明显没有考虑到宝可梦有战斗，导致打一打对方宝可梦忽然掉到高低差数，然后大家都站在那边大眼瞪小眼，想看两不眼。与其这样，你还不如在战斗的时候把跌落关掉算了，反正掉下去又不会摔死，是吧？然后就是相克表真的很复杂，到现在我还是没有搞懂我应该怎么组队，只要把队伍中尽量每个属性都放一点。但是遇到一些奇怪的属性，像什么精灵啊、龙啊、幽灵啊、超能什么的，我只能说我是看命打的啦，一个一个宝可梦丢出来试错，看谁相克丢谁，或者一路用高温重压嘎嘎断杀。接着还有令人发指的 UI 系统，不是，都2025年了，一个以收集许多宝可梦参战的游戏，竟然连个排序功能都没有，我实在是搞不懂，排序是个很难的功能啊 ，Excel 都可以排序了啊。我每次就最讨厌那种支线任务，跟你说需要拿特定的宝可梦来给他解的任务，我花300年从那杂乱无章的仓库中找出宝可梦，解完任务之后再花300年把原本队伍中的宝可梦找出来。原来我是这玩威力在哪里啊？我还以为是宝可梦 ZN 呢。然后就是好不容易才有个多重编队系统，surprise 嘛，多重编队只能在线上模式使用，单人就是只能带那5只，不爽你咬我啊！最后就是我其实不太喜欢宝可梦特区的设计，对我而言，这种特区设计呢，剥夺了去野外寻找宝可梦的新鲜感，也减少很多冒险的感觉。我其实有在想，我应该比较适合玩阿尔宙斯就是了。
宝可梦之夜有很多老旧的设计，还有一些想要尝试改变却又做得不怎么到位的地方，让人感觉很像是一款过渡作品，正在尝试往下一款作品去做得更好。今年类似的游戏有像《三国无双起源》这样的过渡作品，只不过起源做得更优秀，而宝可梦之夜则给我一种许多地方都还不够成熟的感觉。所以结论，我觉得这款宝可梦之夜蛮平庸的。说到底，这种培养角色去战斗模式已经是一个许多人竞相模仿的模式。就像暗黑破坏神定义了后来所有的打怪碉堡游戏，宝可梦系列也让后世其他游戏的制作团队看到人物收集系游戏的趣味所在。只不过那些免费手游会把收集的对象从宝可梦变成可爱的美少女而已。请注意哦，我不是说美少女手游比宝可梦更好玩，战斗层次更丰富。只不过我们要回头想一件事情，在这个游戏资讯爆炸的年代，玩家时间多半被手游所稀释。而当玩家有一个品质可能相对较差，但 UI 好用，而且有免费的游戏在竞争时，宝可梦除了 IP 价值之外，还有什么比人家更突出的地方，值得玩家花1600去购买游戏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点，也希望宝可梦下一作能做得更好玩，或者，我想或许我们也可以试试看玩 Pokopia。所以推荐度3颗星，看你。推荐给1宝可梦死忠老粉，2想找款轻松游戏放松的人，3喜欢养成系游戏的玩家。不推荐给1寻求挑战的玩家，2讨厌不方便的 UI 界面的玩家，3追求3A 级画质跟演出的人。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我是柚子，喜欢的话别忘记按赞、订阅、留言、分享，并多多支持我的卡多卡多小说频道。我们下次见，拜拜。